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佳，出来跑单了，好久没有录视频了。然后自从上次自驾三亚回来之后，休息了几天，现在也收心，开始好好工作。然后说一说，也刚好计划一下今年的一些新打算。自从去年放开之后，各个行业也在不断的复苏中，所以今年就好好打算一下。去年跑滴滴也是万般无奈，当时也想着临时过渡一下，没想到一跑也是一整年。但是今年整体经济也好起来了，就想着能干个其他事情，或者多赚点钱，以后也能带家人一起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旅游旅游。所以这几天就打算一边跑滴滴，一边想一想今年看能干点啥。初步计划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在商场或者人流量大的地方做一个贴膜的实体店，带一些盒子呀、回收手机或者修手机，这些就是能更好的切入，更好的，因为之前就干这个。当然这也是一个初步的计划。之前呢也很少旅游，也没有自驾游过。自从这一次自驾去了三亚之后，才真真切切体会到了旅游带给人身心的放松，更是体会到了赚钱的重要性。只有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才可以带着孩子，甚至带着家人一起去外面走走，看看外面的风景。所以这也是人努力的意义，让家里的人生活变得更好。顺路回来跟小曼一起出去吃个饭，然后顺便计划一下今年的小目标。中午吃个土豆粉儿，酸辣粉儿。酸辣粉儿。这家店是新开了，一直想过来尝一下。而且这个土豆粉儿干粗的很。酸辣粉儿，小曼要的是土豆粉儿。这个是面筋，放点糊。面筋就是擀面皮里面放的。这个面筋好吃呢，瞧。还挺好吃的这个面筋，你尝一下。土豆粉儿，酸辣粉儿里面都放的是肉末，还有花生米，还有醋，主要就是还有豆芽菜。这酸辣粉怎么这么粗？应该是粉条比较细一些。太烫了。饭吃完了，然后在车上坐一坐，聊一聊今年都有啥打算，今年的小目标。今年的计划说一下啥计划？今年打算把这个贴膜再发展一下，然后这行业做精啊，做精要不要租一个门面？不是说行行出状元嘛？如果把这一行做精的话，专业做这个贴膜，还有手机维修啊什么，其实收入也是可以的。对，要不要给你租个门面？我有这个打算，但是，如果想弄个实体店的话，这样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可以带一些手机回收，还有办一些手机卡。手机壳啊，还有那个手机的维修这些业务，就可以固定下来。但是，这个门面的话，就最好房租不要超于1000块一个月。你做梦呢？所以说，其实你要租门面的话，压力就比较大。好多其实，在商场里面
啊，租金也商场里面的贴膜的，像这种小柜台也挺多的，对，咱见了好多。像万达呀，还有华润万家那超市门口呀，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吃饭那个沙之船，之前也有一个就柜台专门贴膜那种。对，所以说他们贴膜还挺贵的，好像一个基本上有20-30起。那租金高呀。所以说我意思就是，刚开始咱不行就整个面包车，或者啥，咱把面包车里面全部的型号的膜都带全，然后这个是没有成本的，然后去一些固定的，比如说写字楼底下，商场门口，先试一试，整个那种3-5千块钱那种烂面包车。然后小佳说之前在高新那个对，去年那个高新哪里？高新那个高新商场门口，专门有一个人就开面包车贴膜，他好像都做了至少有3-5年了。然后他说那个有固定摊位费的，哪怕交一些摊位费，一个月反正交几百块钱就在商场门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反正这就是一个小的计划。一晚上估计最少赚300-500。一个月其实收入1万差不多。那没问题。有了这个面包车，后续我给咱贴膜，就直接坐到面包车里面嘛，对吧？商场门口，然后平时也能贴得晚一点，贴到个9-10点，然后我自己开车就回来了，这样也比较那个灵活一点。然后平时如果说是下雨啊什么人是比较少的时候，就开个滴滴，兼职开个滴滴。因为我们之前开手机店的时候，就小佳在贴膜，他贴膜技术比我好。其实我这些膜都会贴的，还有稍微熟悉一下就行了。包括简单的一些修手机，他之前也会的。你在面包车四面把这个所有的膜，你像之前的什么曲面膜呀啥都带上，然后带一些手机配件，还有到时候一些修手机的业务，其实也可以带上，或者回收手机。然后像这应该收入还可以。如果带全的话，当时不是在河边的时候，有好多其实曲面膜都没贴成，曲面膜价格还可以。我今年打算就是想把那个亚马逊那个电商，不一定是亚马逊，反正就有抖音虾米啊什么这些电商也想做起来。小佳还是干实体的，然后我就还是想继续负责拍摄剪辑，从事自媒体这方面，然后到时候抖音或者亚马逊电商也结合起来。好了，这就是今年的一些简单的小计划、小目标。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这里，下期见，拜拜。拜拜。